检测到宿主正面临困境，超级军火商系统降临，仅需3狗头激活系统，请问是否立刻激活？系统激活中。检测到宿主身无分文，系统已发放5000万刀的启动资金，近日签到奖励一艘超级无敌的游艇。由于第一次激活系统，额外赠送一座全自动化武器制造厂，工厂位于某海域一座海岛上。系统已为宿主获取整座海岛的归属权，此岛屿已屏蔽一切信号，不可被任何方式监测。了解了系统之后，你开心极了。正当你想着如何利用这些武器赚钱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原来是三角洲的某个集团想要向你购买武器。这个世界上有5亿5千万支枪，而这个世界的总人口是70亿，也就是说，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把枪。那么，剩下的11个人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林先生，我们就是那剩下的11个没有枪的人了，请您帮帮我们。你们能找到我这里，也算是你们的幸运。放心吧，这笔交易我做了。说吧，你们需要什么武器？林先生，您这里有没有武器清单？从步枪到装甲车、坦克、战机、军舰，只要你们有足够的钱，我通通都能卖。这是毛子最新货色 AK-47，2000刀一把，量大有优惠哦。两人接过枪，脸上满是笑容，显得非常满意。太好了，林先生，我们要预购500把。500把，量这么小，那就不能够给你们优惠，只能够赠送你们一些手榴弹和手枪了。谢谢。不过林先生您放心，这个月我们有一批货马上就要出到米国，交易一完成就有资金了，拿到钱后就可以来您这里买更好的装备。出货到米国？不管怎么说，只要你们的行为对龙国有利就行。看你们人不错，我这里还有一些更牛逼的装备，你们要不要交易？林川打了个响指，白人小弟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件银白色的防弹背心。黑人小弟拿起桌上的 AK-47，瞄准防弹背心，点射2发，子弹完全打在防弹背心上，防弹衣只留下了一个白斑。这是龙国护神牌防弹背心，加装陶瓷板，能够在50米外防住12.7口径的机枪子弹。至于你们那片那些滋水枪，更是不在话下。我可以便宜卖给你们2人50件，每件500刀。龙国军工。两人愣了好一会儿，方才反应过来，我们买了，谢谢您。这位军火商难道是与龙国军方有关，还是说他就是军方大佬？大白大黑，快去帮我把衣服给找出来，就是蓝白相间，看起来极度沙雕的那套。蓝白相间，衣服。两位，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我要尽快回国，只要你们钱一到账，我们立刻发货。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可以转账。林先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有需要的话，我们或许能帮上忙。谢谢，不过这个忙谁也帮不上，我忘了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了。老大，衣服找到了，干得漂亮。哎，等会儿我学生证怎么不在里面？赶紧去继续找。几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找齐了林川的校服和学生证。这时手机屏幕上显示了7、8个未接电话。林川，你可算接电话了，已经开学2天了，班上就你一个人没到。这2天我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是不在服务区，你到底在哪儿呀？我在国外呢，这里信号不太好，再加上这学期不是推迟开学吗？就忘记开学时间了。你在国外干什么？做了点小买卖。国外做买卖？那你赚了多少钱呀？也就大概一艘游艇吧。还真敢吹，你怎么不说自己在月球赚了1个亿呀？林川只是淡淡一笑，懒得解释。随你吧，不管在哪儿，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好，我知道了。大白大黑，你们去发货，我先回龙国。好的，老大。报告司令，通过监察，我们发现金三角的毒枭势力之一的昆泰和昆沙2兄弟最近准备出货了，其他毒枭正蠢蠢欲动，准备下手攻击他们。昆泰和昆沙这2人虽然是毒枭，但情报显示他们货物都是卖往米国，而且能够向龙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像上次的798制毒事件，他们就提供了不少信息。现在其他毒枭准备攻击他们，一方面是垂涎他们的货物，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得到了米国的授意。总的来说，这2人对龙国还是大有用处的，得想办法帮他们一把才行。这很难办啊！首先，派士兵去援助是绝对不行的。军队擅自进入东南亚，必定会让东南亚其小国大惊，甚至会上升到了国家冲突层面。最可行的办法只能够物质支援，比如支援一波武器装备，让他们能自行过关。但此想法实施极难：一是没有合适的渠道，擅自运输极其容易暴露；二是其他国家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一旦走漏了风声，国际影响可就大了。报告，最新消息，昆氏兄弟从一名最近极为活跃的军火商那里买到了装备。哦，拍到交易过程了吗？拍到了，卫星一直都在对2兄弟进行跟踪，交易全程都被拍了下来。情报科拿到了那名神秘军火商的面部特征，并且和国家机密数据库进行了匹配。结果是什么？我一时间没法说，大家自己看吧。范天雷拿出了文件，打开放在桌子上，众人好奇地望了过去，下一秒纷纷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你们确定没搞错？这军火商居然是个娃娃？确实如此，他叫林川，是一名高中生。这孩子我很感兴趣，我要亲自见他。
一个年年领奖的高3学生，暗地里却是个军火贩子。当全班同学都以为你失联时，你却在开学1周后回到了学校。林川，你终于来上学了，你再不来我都以为你要转学了呢。哪能啊？就算是为了林大班长天天给我打电话关心我，我也得在咱学校上学啊。假期这么多天，你都去哪了？还能去哪？咱们在电话里不是聊过了吗？我去国外了。你好像最近变黑了一些，你不会是去非洲了吧？没有，我只是去了三角洲。你去那里做什么？卖烟花。啥？去三角洲卖烟花？我没听错吧？林川，你说你在国外卖烟花，这可是跨国贸易啊，一定不少挣吧？目前我的烟花市场还没铺开，只是小打小闹做了几笔小生意，刨去烟花成本，小赚了几千万吧。赚了几千万，林川，你可真能吹！你这是演都不演了呀？刚刚说的还挺像回事的。如果咱学校举办吹牛大赛，你林川一定是第1名。林川，那你挣了这么多钱，有没有买点豪宅跑车什么的呀？哪天带着我们去开开眼界？在海外用不上这些，我倒也没买，不过为了生意上方便，买了一艘游艇当做落脚点。林川，看你这严肃劲，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你说真的呢。666烟花大亨林川，林川啊不，陈总出本自传吧，第1章就叫我在国外卖烟花，一定卖爆。大家散了啦，林川你这一个寒假吹牛技能可真是点满了，嘴里没一句实话。就是林川刚才这些，要是有一句实话，我把卷子吃了。老班来了。林川，你还知道回来？这都开学1个多周了，你放的寒假放的连学校都不想来了是吧？还有100多天就高考了，能不能瞪起眼来？到关键时候了，高考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这样吊郎当，以后怎么出人头地？何老师，你们班林川同学在不在？有人找他。现在是上课时间，到我的班上来找人，耽误学生学习，谁负责？何老师，你还是出来一趟吧，他们就在门口呢。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闲人，不知道轻重缓急。怎么会有部队的人来找林川？上校同志，这位就是林川的班主任何春兰，何老师。你好，我们来找林川。你们是林川的什么人？来找他什么事？我们跟林川没有亲属关系，这次来找他是执行上级任务，至于具体内容，我们没有得到授权，无法告知。何老师，你还问这么多做什么？几位同志都是保卫祖国的军人，要是林川没做坏事，肯定不会害他的。赶紧把林川同学叫出来吧。我就是林川。林川同学，您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司令想要和您谈一谈。司令现在正在校长室。出大事了，林川居然被军队的人带走了。天哪，还是首长指名道姓要见他，我们只能在新闻联播的电视上才能看见。林川居然要看见真人了，林川究竟做了什么？我刚刚好像听林川说，他假期在国外卖烟花。就算在国外卖烟花，也不至于让军队司令员过来找林川吧？他林川难不成卖了几个亿的烟花？首长，我这学生到底干了什么事？他假期在国外卖军火。什么？不可能吧？他还是个学生啊！学生怎么了？我知道有2个学生，一个趁着去年高考落榜，一个趁今年开学推迟，都去当雇佣兵了，而且都是从他这里进的军火。不知道军方打算怎么处理他？放心，我们不是来抓他的，而是准备和他谈一笔合作。合作？报告司令，林川到了。林川，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吧？不清楚。放假4个月，你已经卖了4批军火，这些资料军方都已经掌握。我根本没有打算隐藏身份，如果真打算隐匿交易的话，你们是永远也找不到我的。你知不知道走私军火是犯法的，而且是重罪？当然知道，不过我是在境外卖的军火，而且都是在公海的游艇上完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按照国际法，只有游艇登记国有资格抓捕审判我。我登记的是基里巴斯。高士威听到这个国家名，蛋疼的吸口凉气，不禁多看了林川几眼。基里巴斯跟龙国没外交关系，不存在引渡可能，而且基里巴斯贩卖军火不违法，有当地政府的军火交易证明就能光明正大交易。高士威正打算再说话，林川自信一笑：基里巴斯政府的证明我早就拿到手了，你们想要查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让人送来。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合作和军方？没错，其实一开始我来这里就是来谈合作的，原本想着来试试你，没想到还真发现了点特别的东西。既然是谈合作，搞这干什么？搞得像真要枪毙我一样。不好意思，原来是大客户上门了。其实龙国生产的某件武器性能实在不太过关，我早就想跟你们反映了。
你们的954式瞄准基线太高，后坐力又大，而且开枪时烟雾很大，膛线似乎耐受时间不太长，我的高端客户都不愿意买。高士威几人顿时懵了，林川所说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几乎一模一样。林川并没有发现几人有些异样的神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图纸。这是米国的最新货色，性能比954式优越的多，你们要不要进一批？量大有优惠哦。你本想寒假去做个兼职，可却意外激活了军火商系统。战区总司令得知你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都连夜找你谈合作。这是米国的最新货色，性能比954式优越的多，你们要不要进一批？高士威看了一眼图纸，面色虽然不动，心中已经无比震撼，不禁又重新审视了林川一番。果然是个极其厉害的军火商。看在都是龙国人的份上，给你打8折，怎么样？购买武器的事情，我得回去商议一下。我这次是来谈合作的。谈合作？说来听听吧。这个世界现在有些不太平，其中有些事情是龙国愿意看到的，有些是不愿意的。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龙国现在都被全世界盯着，不能轻举妄动。但是树不只是有光明，也有需要阴影存在。因此，龙国需要一名中间人，将某些事情推到龙国愿意看到的方向。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林川自然明白了高士威话里的意思，脸上多出了一丝笑容。当中间人可以，不过我是个商人，自然是不免费打工。当然，既然你我合作，肯定是双赢的事情。那合作愉快，合适的时候我会派人找你，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会再次见面的。司令何必对他一个军火贩子这么客气？不错，假如我愿意的话，我可以立刻下令逮捕他。但是那不符合龙国的利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少年处境不变，而且能在短时间内拉起关系，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前途不可限量。放眼全世界，主要大国都有自己非官方的利益代言人，龙国也需要这么一个人。当然，也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那所谓的爱国心上。啊，对了，你们营里是不是有一名叫安然的女特种兵？是的，司令。想想办法，不管是明着来也好，暗着来也好，把他送到林川的身边。林川同学，想不到你居然当了军火商，都能跟军方平等谈合作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校长，您受惊了。林川想起刚才校长那胆战心惊的模样，心中不免有些惭愧。还有，不用叫我林同学了，我已经不打算再上学了。这次回学校就是为了退学的。什么？林总，你是对学校有什么不满吗？说出来，我可以让学校改啊。校长，您不会是发烧了吧？您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没有。新营学校是百年名校，曾是省级示范重点高中，名人辈出。但我任校长这20年来，未出一个名人，风评直线下滑。所以，林总，你千万不要退学。你不想上课没关系，不高考都行。学校现在名校名头还在，有保送名额。你想去哪个大学，随你挑。林川一时间语塞，校长为了挽留自己，看来是真心诚意下了血本。好吧，我不退学就是了。谢谢，感谢林总理解。校长脸色十分激动，竟然给林川道谢起来。校长，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家了。林总，课您可以不上，高考也可以不参加，不过过段时间的校庆，您可一定要到场。校庆什么时候？就在高考前，具体时间到时提前通知你。行，我会来的。校长目送林川离去，然后一溜烟朝着林川的班级跑去。校长，林川同学现在怎么样了？他已经走了，但是你们别管他去哪里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全班，包括班主任在内，赶紧写一篇1万字以上的人物志出来。人物志？要为谁写人物志啊？就是为林总，不，林川同学。林川，唉，真是可惜了。校长，我们能借鉴古文吗？4肢犹温，一目未明。袁枚的祭妹文，不是让你们写祭文。林川他没死，没死。校长的话让在场的众人一时间有些晕眩。不仅没死，他还跟军方达成了合作。那位中将就是过来谈合作的，明白吗？我的天，林川居然能与军方合作！校长，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开什么玩笑，我是认真的。我们学校100年以来终于出了林川这种人才，我决定把林川同学列入我们学校的名人录，所以才甄选人物传记，懂了吗？当整个学校都因为林川而沸腾时，林川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这3个月到处奔波，我都记不太清到底积攒了多少钱了。系统查询一下我的余额。姓名林川，年龄18，资金6450万2000美元，军工点53680点。宿主可以通过出售武器获得军工点，也能够通过金钱来兑换，兑换比例是1000美金比1。卖出的武器越高端，获得的军工点就越多。军工点不仅可以用来兑换图纸，还能够兑换各种武器生产的设备乃至原材料。看着惊人的一连串数字，林川不禁有些
惊讶。这3个月以来，林川只是动用系统奖励的军功点，没有把1分钱转换为点数。现在有6000多万，总算能一次性换取巨额点数了。有了点数，就可以兑换商城里琳琅满目的图纸，以后想要什么武器，直接买下，主动生产就是了。林川想到这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商城界面。武器名称：卡帕74轻机枪，兑换点数1000点。武器名称：BM13火箭炮，兑换点数1500点。武器名称：巴雷特 XM109型反器材狙击步枪，兑换点数5000点。哈哈哈！没想到系统连这种研发都还没完成的枪都能搞到，而且还能够对其进行优化。大黑，交易完成了吗？老大，交易完成了，货已经发出去了。这边有个新情况，倭国的山口组派人接触，想取得联系与您交易。一个在黑暗世界中游走的军火商，面对倭国山口组的交易请求，只是冷笑一声，心中却在谋划着更大的军火交易。老大，倭国的山口组派人接触，想取得联系与您交易。山口组竟然混成了这个样，还想与我交易买武器，怕不是到时候我只能收到一堆欠条了。老大，要直接拒绝他们了。当然，现在山口组都是一帮穷鬼，估计最多也就能买几把手枪，说不定还要问咱们借钱。好的，明白了，我现在就回绝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了，老大，一切正常。挂了电话，林川陷入了沉思。贩卖军火有着80%以上的利润，越是高级的武器利润更是翻倍。他可以花钱买军工点，用点数兑换更好武器的设计图和原材料，再通过自己的生产基地造武器。生产阶段他也不担心，生产基地所在的小岛极其偏僻，还有系统做了屏蔽。贩卖军火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禁止，而且遭到严厉的打击，所以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如何打通渠道。林川一路思考中，不觉走到一栋小洋楼门口。他父母双亡，好在出车祸前曾签过一份保险，靠着这笔钱，他与妹妹才得以继续学业。哥，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我也想你啊！你不是去卖军火了吗？有没有赚大钱呀？还行，赚了点。林雪上下打量了林川一遍，瞬间露出了一脸委屈的模样。出去一趟远门，连个礼物也没有给我带。我每天一个人做饭、洗衣服、上学，太难了。坏了，这几个月居然把这事给忘了。等等，别哭别哭，你想要什么礼物？现在老哥就去买。什么礼物都行吗？啥都行。那我要跟你一起去卖军火。原本欲哭的妹妹听到林川这话，忽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林川顿觉头疼。不行，我知道你喜欢武器，这是你的爱好，我不想干涉。但是你现在还未成年，任务是好好读书，明白吗？读什么书啊？这学期我们学校都不开学了，每天只能在家玩吃鸡，好无聊。你要不答应的话，我就自己去当雇佣兵了。林川略一思忖，他深知妹妹的脾性，自己若不答应，他或许真会那般行事。好吧，我最近要去基里巴斯一趟，就带你去看看我的兵工厂吧。与此同时，东部战区高级作战会议室里正在举行横跨5大战区的视频会议。此次参会人员均为各大战区的正副司令及参谋长。同志们，全球经济已经开始紧缩，国际局势又要紧张起来了。现如今，世界各大国都在纷纷开展战略布局，而在我们周边，阿三已经蠢蠢欲动。我们接到情报，阿三正在和米国接洽，想要购买大批的武器。不仅仅是这样，阿三已经在邻国边境线上故意制造了好几次摩擦，挑衅巴铁。双方已经爆发了2次小规模的冲突，局势有很大可能朝着战争的方向演变。此话一出，在场的司令们脸色都凝重起来。巴铁一直是天朝的重要盟友，也是牵制阿三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全部的情况。陈司令，你有什么看法？总参谋长，我想听听总参谋部那边有什么意见。其他战区的几名司令也都点头表示赞同。总部的看法是必须要帮，但是贸然介入阿三和巴铁2国之间的争端不符合华夏的利益，所以要通过间接的方式给巴铁增加战力。目前的问题在于阿三的坦克部队远比巴铁的厉害，虽然我们紧急出口了100辆 VT4级巴铁，但是依然无法改变战局，因为阿三不仅有万国帕阿琼，还有少量从毛子进口的 T90，数量远比巴铁的多。那能不能出售其他武器给巴铁，例如山地高射炮，或者是威力大的飞系火箭炮？暂时不行，一是因为这类武器我国没有出口计划，数量仅够装备我们军队，想要出售的话，又要开辟生产线重新生产，这样一来最少也要1个多月的时间，再加运输、通关、手洗装备与部署时间，恐怕那时候仗早就打完了。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巴铁资金匮乏，无力购置更多的坦克装备了。就连在我们这儿买的100辆 VT4，到目前为止仅交付部分的资金，剩下的部分需要分期偿还。听完总参谋的分析，与会的几大战区司令再次陷入了沉默中。目前的局面实在有些尴尬，不帮忙不行，而帮忙的话，又有一大堆问题在，实乃两难。
总参谋长，我请求发言。可以，你有什么好点子吗？我认识一名军火商，他可能有些办法。军火商？你说的这位军火商是谁？他的名字叫林川，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军火商。林川，你确定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总参谋长，我之前与他有过接触，他不仅能提供高质量的武器，还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供货。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你有那名军火商的联系方式吧？现在就联系他，听听他怎么说。此时，林川正在同城招聘网站上招聘助理，因为回国后大黑大白不便带在身边。最好是女的，一方面比较细心，另一方面也能够在途中照顾妹妹。就在林川寻找合适人选时，一阵手机铃声传来。高司令，你们军方终于想通了，要从我这边进货了吗？会议室里所有大佬听到进货都恍惚了，高世威也是满头黑线。不是进货，之所以打电话给你，是目前有些复杂的事情很难解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好的，高司令，为客户排忧解难是我们搞军火的服务宗旨。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坦克？东部战区的高级作战会议室里，紧张的气氛中，你的一句承诺让参谋长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一场关于军火交易的合作就此敲定。林川，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坦克？什么坦克？你是打算从我这里买坦克吗？不是，你听差了。你该不会连坦克都有吧？有啊。坦克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现在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帮巴铁的忙，帮他们在装甲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对付敌人的坦克。对付坦克是对付阿三吧？没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对付阿三的国产阿琼坦克吗？一杆反坦克狙击步枪就行了。这人连最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懂，居然还问他国家机密。高世威，你这纯粹是耽误我们的时间。你不会是认真的吧？当然是认真的，反坦克狙击步枪可并不弱，14.5毫米的口径，再配备钨芯穿甲弹，可以达到200毫米的穿身。不可能，你的穿身怎么比我们知道的要高？我之前用同样口径的反坦配穿甲弹，穿身不过只能达到150毫米而已。那是因为我用的是我生产出来的枪，自然比任何地方制造出来的都要牛。就算真的用上你这种能够击穿200毫米护甲的反坦克武器，也还不够。阿琼神坦虽然非常水，但是装甲还是重坦级别，正面装甲厚度超过450毫米。我可不这么认为，我确定阿琼可以被反坦狙击步枪正面击穿，而且是一发入魂，直接干爆。你怎么确定？因为我有阿琼神坦的全套设计图纸，阿琼装甲的弱点在哪里，一目了然，我自然清楚。闻言，众多司令猛地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阿琼坦克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生产保密工作非常严密，一般人是绝对搞不到手的。弱点究竟是在哪个位置？抱歉，我是个商人，想要知道阿琼坦克的装甲弱点的话，必须要相应的报酬才行。你要多少钱？不多不少，2000万美金。听到这话，在场的司令们纷纷感觉一阵蛋疼。参谋长稍作思考就有了决定。可以，这笔钱巴铁会掏的，而且就算巴铁不想掏，我们拿下来支援巴铁也不亏。因为一旦战火波及到我们的边境，军费恐怕需要在这笔数字之后再加至少2个零。现在就联系巴铁相关方面的人员，说明情况。仅仅用了不到5分钟，2名情报人员就已经归来，并且将一份文件交给了总参谋。林川先生，巴铁方面已经打来了2000万的资金，你提供账号，我们立刻就可以把钱打过去。你的国际银行账户到账2000万美金。跟军方合作就是痛快，眨眼之间2000万美金就已经到账了。好，我这就告诉你们，阿琼坦克炮塔结构有问题，在特定角度打准一点，可以一枪干穿。不对啊，我记得阿琼坦克全身钢板结构可是采用了毛子高镍铸造钢，这种高硬度钢超级坚固，在国际上有着铁牢的名号，防御效能比例能够达到112%至118%，远远超出国际的95%水平。有这种高硬度钢装填的坦克装甲，别说是用枪，就算是用平射炮也很难将其击毁，怎会被反坦克狙击枪干穿？你们把阿三看得太高了，毛子卖给了阿三制造高镍铸造钢的技术没错，但是别忘了阿三的坦克本身就是拼装牌，各系统和部件的兼容是个大问题。他们的炮盾使用的是高镍铸造钢，但是他们从德意志进口的炮控装置与自己仿制的自动装填机存在不兼容，为此不得不在炮盾侧边缘处削弱装甲，以获得更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阿琼炮塔正面偏27度的位置射击炮盾与侧面装甲结合处，穿身200毫米的反坦克狙击步枪完全可以穿透。平泽一枪瘫痪炮控系统，练习好命中自动装填机里的高爆弹的话，那就准备欣赏烟花吧。林川的分析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沉默了。用反坦克狙击炮击毁坦克，虽然有些夸张，但列举的武器数据完全正确，甚至很多还是他们这些军方高层才知晓的情报，这让众人不得不信服。既然知道了阿琼坦克装甲的具体弱点，那我们可以先用反坦克炮试试，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等等，是不是非要用你的枪才行？
是的，必须用我这里购买的反坦克步枪才行。多少钱？你开口吧。不贵，就100万美金一把。林川轻飘飘的这句话让会议室里的众人差点吐血。哼，这家伙还真是个见钱眼开的军火贩子。林川早就预料到对面会有这种反应，把手机放在了一旁，专心研究起了招聘的事情。100万美金一把，其实并不算贵。目前，随着军工厂各种机械越来越精密，单兵武器的价格也早就提升起来了。你们还记得美国的 M82A1 的价格吗？好像是10万美金一把，并且还是米国军方的采购价。反坦克步枪与 M82A1 都是国家利器，比常规的反器材狙击枪加工难度更高，造价自然会更高一些。战争就是一笔经济账，如果一把反坦克狙击枪能够换一辆阿琼坦克的话，那么这笔账绝对不亏。听到总参谋长的话，众多司令心中一动，都分析了起来。那就决定了，先买个20把试试，如果真的能打坦克的话，再大量追加。放心吧，参谋长，让客户满意是我这里的一贯服务宗旨。你什么时候能交货？最多5天，只需要5天，5天绝对送到。说吧，送到哪里？运送到巴铁，我会派人在那边接应你，包括通关什么的也由我们解决。好的，没问题。高士威，你有没有关于林川的详细资料？报告首长，我们情报科的人员上周就查出来了，他的资料里家庭地址、年龄等各方面都与高中生身份相符。自寒假放假后，他的行踪疑似消失，上个星期忽然从国外回来，就莫名其妙成了军火商。接着查，必要时候可以调动东南军区的力量。是，首长。陈司令挑选几名特种兵，立即出发前往巴铁。等到那批反坦克狙击枪交接成功之后，让我们的特种兵以巴铁士兵的身份亲自上战场试验，确认是不是真的像林川所说的那么厉害。而且巴铁虽然不缺狙击手，但是很可能没有使用过反坦克狙击步枪这种武器，可能需要我们帮忙培训。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东部战区了。没想到我居然与龙国军方达成了交易，并且还是军方的高层。这样一来，我可又多了个大客户。事不宜迟，现在就马上行动。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高3学生，却被战区司令拉去签了2个亿的订单合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军火商系统 AK-47、8类特级狙枪、手榴弹、战略导弹等，能想到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没想到在海上航行是这种感觉，比游戏里面的世界更真实。哥，这次我不想再回去了，凭什么你就能出来闯荡啊，而我却只能老老实实上学？等你长大了再说吧。哼，自己都当上军火商了，还逼着我上学。雷神、阎王、老狐狸、小蜜蜂，你们4个立刻前往巴铁，完成武器的交接。是。林川的武器性能应该非常强，但是这件事需要你们去亲自验证。另外，如果巴铁没有能使用反坦克狙击枪的士兵，还需要你们去教会他们使用武器，甚至亲自上阵，明白吗？司令放心，雷电突击队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安然，这次需要你做的是一个特殊任务。什么任务？林川这个人，连我们东南军区的情报系统我查不明白。龙国需要他，但是也要了解他，而你的任务就是去应聘他的助理。就在高士威这边的5人纷纷展开行动的时候，林川也带着林雪抵达了军工厂。哥，你竟然拥有一家能够生产武器的工厂。军工厂里面现在只有4条生产线，至于以后可能还会有第5、第6条，甚至还会有第2个军工厂也说不定。这样复杂的生产线竟然完全不需要人来操作？不需要啊，这本身就是自动化的。哥，你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生产设备的？你离开家的时间也就只有3个月啊。这些东西你不需要知道，你只知道你哥我可以允许你随意玩就够了。谢谢你，哥。我需要你们把地下军工厂进行扩建，我要再建立2条大型的生产线。这里是施工图。好的，老板。大黑，这里的事情暂时交给你，让大白照顾好我妹妹。明白，老板。现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张，各国都在向外转嫁矛盾，试图通过战争或摩擦转移民众视线，这对林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机会，所以军工厂升级势在必行。安排完这些，林川想起之前发的招聘广告，便查看手机邮箱，只有一个叫安小云的应聘者，20多岁，面容清秀，但看到照片时，林川立刻发现了不对劲。大黑，我走后继续开拓军工厂，下一次我再回来的时候，我需要见到他崭新的出现在我面前。大白，反坦克狙击枪制造完成后，带着货走海路，从卡拉奇进入巴铁，我会在白沙瓦跟你会合。回国后的第2天，林川准备见一见这个应聘的人，就选定了公园作为面试地点。你是安小云？对，我就是发简历的那个，您就是林先生吧？
你应该仔细看了我的招聘要求，对吧？不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干的这一行是行走在灰色地带的，经常需要跑到各种战场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偷渡。我知道你是军火商，但是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偷偷的做吗？那您看我这样的条件符合吗？老实说，我比较缺钱，在看到您开出的工资之后，我就已经猜到可能不是正常的活。你会玩枪吗？自动步枪、狙击枪什么的？安然顿时愣住了，他的任务是潜伏到林川身边，但是整个龙国会玩这些战场杀器的，貌似也只有军人了吧？你看他的样子啊，肯定会玩啊，说不定还玩得很专业呢。哥，你难道见过他？我跟他当然是第一次见面，我不是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林川在知道应聘者是安然之后，心中就有了捉弄他的想法。他知道安然肯定是奉了军方的命令前来自己身边卧底的。姐姐，你不要怕，我们两个都是好人。林总，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工作内容嘛，第一项就是帮我照顾好我妹妹。你也听到了，她现在的思想是有点跑偏，很危险。主要是我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对这部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我只负责做好我自己的工作。保护我妹妹只是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我的助理还必须会做所有的家务，包括但不限于给我和我妹妹端茶送水、暖被窝之类。哪尼？哥，你还能不能再无耻一点啊？你看助理姐姐都不说话了。刚刚你那些要求我可以答应，但是一些出格的事我是怎么都不会做的。你想多了，这就是一份助理的工作，不包含其他，除非你自己不满意这个位置，想要升级为安秘书。哥，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说的是，你的面试通过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助理。谢谢林总，我会做好自己的事的。我现在该从哪部分开始？别急，当务之急是给你一个新名字。什么新名字？我的任务里面应该没有包括这部分内容。但咱们这一行的都得有个化名，你懂的，假护照什么的上头要用。我给你准备了2个化名，一个安丫，一个安然，你选一个。安然太难听了，还是叫安丫吧。我也喜欢安丫，我觉得脑子有问题的才会叫安然。老板说的是。那行，从今天开始你就对外自称安丫，不过我的手下都是大字辈的，所以从今往后我叫你大丫。好的，老板，我会努力适应。大丫，你从现在就开始上任了，今天晚上准备好旅行用品，咱们明天就得出趟远门了。去哪里？战场。一个年年领奖的高3学生，却时常游走在硝烟弥漫的冲突地带。野养及时的轿车内，军火交易的紧张气氛在加速的车轮下愈发凝重。这次我们要和谁接头？当然是冲突地区的交战军官，不然谁来买我们的军火？开快点，不然大白都要等着急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到白沙瓦后，我可就只负责你妹妹的安全了。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要是也能有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就好了，不用太多，像大白这样的有10个就够了。到时候就让他们叫我女王，成就我的梦想。你的梦想不是成为吃鸡里面的王牌吗？那只是一个小目标，我真正的目标是成为像我哥一样的人，霸主般的存在，你懂不懂？这里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吗？什么很像那么回事？说了你也不懂，叫我女王陛下，快！好的，女王陛下。这时大白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林川身边的安然时，眼神中充满了敌意。这是新招的助理，是我的手下。吓到你了吧？大白其实人挺好的，你们能相处愉快。切，安然只是心中暗笑，特种兵出身的他，怎么会被一个外国人吓到？你来了，我的朋友。拜亚姆将军，非常高兴能跟你合作。林先生，我听说你在泰国湾做过几笔生意，那些还都是小买卖，现在我比较关心的还是这笔交易的顺利进行。林先生，与你的交易很重要，我已经见到了你的武器，也相信他们的质量。我听说您之所以确定阿琼的炮塔护甲可以被击穿，是因为您有阿琼的图纸。是的，不过我只卖武器，图纸不卖。您需要从我这里弄一点阿琼回去吗？我给你打个5折，250万一辆，怎么样？阿琼坦克就不用了。如果你的武器真的能有那么强的威力，我不介意给你多介绍几个客户。做商人最重要的便是信誉，我要保证每一件从我手中走出的武器都没有问题。拜亚姆将军，相比这些，我更期待我的武器在战场上的首秀，我相信他们会有出人意料的表现。林先生，如果这次战争中你的武器表现惊人，我想你也会出现在我们军方的供应商名单上。放心，将军，我保证你会看到一场精彩的烟火秀的。既然您那里有阿琼坦克，那么其他坦克有没有？
当然有，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卖。什么 MEAR99A 爆2挑战者2。就在林川与拜亚姆少将商谈之际，林雪的目光却落在了几个身着巴铁军服的士兵身上。他们这里怎么会有东方脸孔的人在？你想干嘛？我要学习怎么分辨龙国特种兵。你看啊，我哥的生意做这么大，说不定就会有军方的人跑来卧底。如果军方真的派了卧底，你会怎么办？我这个人最恨卧底了，以后我如果成立了王国，是肯定不能出现卧底的。如果是男的，我就给他涂蜂蜜，让蚂蚁去啃他，而且还不能让他随意动弹，一定要绑起来。如果是女的，就抹上鱼胶，让猫去舔，也是同样的，要绑起来，不能动。我哪里？你装什么傻白甜？我16岁都知道的事情，你24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怎么了？16岁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么高深的领域了吗？我总觉得用猫去舔不太符合我女王陛下的人设，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我对这些真的没什么研究，还是你自己想吧。哼，还是理工大学毕业的呢，都不如我一个初中生。其实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抹上盐巴，让山羊去舔，因为山羊舌头上又有很粗很硬的倒刺，所以这种刑罚很受欢迎。在这片土地上，古代埃尔利亚女王就是用这种刑罚来惩罚那些宫女的。你当着你妹妹的面说这个？说什么？说什么山羊舔？舔个脚底板怎么了？啊，脚底板？是啊，你以为是舔哪里？是不是有更好的主意？没有，我知道是舔脚底板，只不过我觉得舔脚底板太凶残了，画面之残忍让我不敢想象。哥，你不该偷听我们讲话，这是女孩子的秘密。我不是偷听，而是要过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们马上要动身前往克什地区了。听说那里有很多山羊。看着林川那邪魅的笑容，安然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栗。出发吧！林川这次来不仅是试验狙击枪，更是要在克什地区打开市场。而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解决阿三神坦的问题成为了关键。林先生，我们到了。林川下车后看到山顶的哨所，这里是巴铁的前线指挥部，距离阿三前进部队最近的地方。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个战场。当别的同学都在寒窗苦读的时候，你却游走在硝烟弥漫的冲突边缘。然而你带上秘密武器到达即将交易的地方时，却遭受到各种质疑。他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年轻军火商？怎么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他肯定还没有初中毕业吧？不可能，龙国人出名的不容易老，40岁看起来和10几岁差不多的比比皆是。林川登临哨所的制高点，一眼便望到了远处战场的场景。此时已经浓烟滚滚，炮声隆隆。八国部署在克什地区的装甲力量严重不足，阿三坦克完全是在小镇里肆虐。哥，你在拿大拇指比划什么？应该是在测量距离。一般的坦克射击仰角都在13至14度之间，这是包括龙国在内的多数坦克的标准。而阿三的作战地形多为山地，所以他们的阿琼坦克采用了18度的大仰角设计。这个哨所恐怕很难守住。放心，阿三坦克打不到我们，这超过了阿琼的射击仰角。林雪这时候也拿大拇指比划起来，看样子像是在测距。阿三的坦克现在是没有射界，但是他们肯定会针对我们所在的位置发起攻击。一旦抵达半山腰的那道山脊，他们就有射界了，然后可以一边坦克炮掩护，一边冲锋。放心，他们到不了那里的。与此同时，靠近巴铁阵地这边的山腰上，几个身着巴铁军服的士兵也正顺着山路向下走去。雷神，我们上一次在这样的高原环境作战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半年前吧，出的任务太多，有些记不清了。阎王，你和老狐狸去左前方的独立石后面埋伏。小蜜蜂，你跟我走。无线电试音收到回复。阎王收到，完毕。老狐狸收到，完毕。小蜜蜂收到，完毕。这个地方真的没办法放弃，怪不得陈司令还要特意派我们过来。是啊，如果让阿三把这个山口打下完了，那么他们就打通了前往龙国的通道，坦克部队就能直接深入我们的腹地。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屏障，虽不妨碍人员往来，却阻挡了坦克部队的通行，因此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克什通道上。表面上是与八国争夺克什地区控制权的边境冲突，但是阿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所有人都很严肃，这也就是这场冲突烈度并不大，龙国却如此上心的原因。雷神，林川给的狙击枪究竟能不能发挥出他说的那些作用？我们试验过他的枪，威力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阿琼坦克的弱点。枪打钢板是没有问题，不过这次我们面对的是阿琼坦克，谁知道这把狙击枪面对这样的重型装甲到底有没有效果？面对小蜜蜂的忧虑，雷战也心有质疑。虽然狙击枪在出厂时会通过打钢板的测试，但在实战中通常只能发挥6-7成的效能。寄希望于林川这样的年轻军火商确实不太正常，但是这是军方高层的决定，我们也只能执行。进去！
架好狙击枪，准备战斗。高原环境下大气密度较小，子弹产生的下移角度不如低海拔地区。这些特点不需要我再提醒了吧？老狐狸测量风速距离，小蜜蜂担任观察员。阎王，你是狙击主力，等对面坦克放近了，我们就开打。明白。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林川的大狙以及狙击枪中被他大肆称赞的乌星穿甲弹了。在雷电突击队做战前准备的时候，山顶哨所的前线指挥部里也收到了阿雄坦克逼近的消息。哨所已经进入1级戒备，龙国特种兵也已经就位。不知道林川的枪究竟能不能克制阿琼坦克？将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这片高地守不住，那么阿三坦克将长驱直入克什地区，到时候整个克什都将成为阿三的天下。而我是哨所的前线指挥官，负的是主要责任。面对副官的安慰，班亚姆没有一点的放松。战场上没有退路，他只能孤注一掷。这次阿三来势汹汹，我们要先把他们这几辆坦克解决了，绝对不能示弱。林川，你现在在哪里呢？怎么感觉周围荒无人烟的？之前不是在交易军火吗？难道现在去旅游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看看真正的战场吗？正巧你们打来了，我现在就在战场上。哪里有战场啊？林川，你又骗我们！对面就是阿三的阵地，现在应该能看清楚了。天哪，林川真的到了战场？他面前的是什么？是哪个国家的阵地？林川，你也太大胆了吧！虽然你不用上学了，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怎么能让自己置身险地？校长已经定做了你的大幅相片，现在已经挂在了名人墙上，跟徐志摩并列。徐志摩，校长真是看得起我。我最近卖了一批军火给巴铁，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阿雄坦克的。我也只是过来验收一下成果。林川，那可是阿三的坦克。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军火商，但是你也不能往人家炮口上撞啊！怎么还不开枪？还没进入射界呢。注意，坦克即将进入预定位置。阎王，最后确认参数。前面的路比较平坦，没什么阻拦，我们可以再往前走走。好戏要开始了，这次给你们放个烟花。即时风速4米半，方向北偏西30度，地转倾向力可以忽略，但这次还是要把弹道抬高1公分。坦克暂时呈一字形前进，没有变阵的意向，前后间距50米，速度15。将军，要不要催下面开枪？不要。到底还打不打？我都等急了。林先生，你怎么看？这是没击穿吗？看来你们还不了解我的武器，不过也没关系，你们马上就要看到了。刚刚的弹道没有任何问题，已经精准命中了炮塔部位，为什么没有奏效？你们看，那辆坦克好像冒烟了。阎王，继续射击，这次多开几枪，不必完全局限在炮塔的弱点上，也在其他部位多做些测试。明白，正在找射击角度。以前还以为林川说的阿琼弱点不靠谱，现在看竟然是真的，我们都小瞧这个军火商了。第二发好像没有爆炸，也没有冒烟，主要是打歪了。阎王，继续瞄准其他位置，尽量让这两枪看起来像巧合。雷战不希望阿三知道阿琼坦克弱点已被识破，他只需为阿三的相关设计人员和官员提供一个借口，以蒙混过关。只要这种侥幸心态存在，阿琼的弱点就会一直存在。将军，几个灰头土脸的阿三士兵从车里爬出来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跑吗？我看后面那辆坦克也没坏啊。你只看到了表面，由于穿甲弹和坦克装甲硬度极高，因此穿甲弹在命中装甲时瞬间升温到上万度，导致穿甲弹融化并形成高温金属射流，熔穿坦克装甲。这股金属射流随后冲入坦克内部，并且引燃坦克里的易燃物。你为什么懂那么多？大学里学过，我说过的，我上的理工大学。理工大学还会学怎么打坦克吗？老师上课时偶尔提到的。林先生，这次非常感谢你的付出，我想八国所有战士都会铭记你对我们的支持，这也是我希望的。林先生，不知道除了反坦克狙击枪之外，你还有什么武器？我想我们的合作面还可以再拓宽一下。只要你们的军费足够，你想要什么武器，我都能给你。半天时间，克什山口战场上出现神秘武器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阿三军队高层，也传到了阿三总理那里。我需要你们告诉我你们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不要任何隐瞒。我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武器，但是那种武器打在坦克上之后，直接击穿了厚重的装甲，车长也因为在坦克后面被打死了。能够穿透坦克装甲的武器，除了同样是坦克发出的穿甲弹，还能是什么？但是战场上也不可能出现坦克，士兵也没有见到，难道是激光武器？为什么你们身上有烧焦的痕迹？是有东西击中了电气设备，坦克也是因为这个瘫痪的。那你们为什么没把车长的尸体带回来？
坦克当时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然后就瘫痪在那里。我们出来后，还有巴铁士兵在放枪，根本没办法带人走。你们身上究竟还有没有阿三战士的勇气？你们除了枪声，还有没有听见其他声音？应该是枪，可能是反坦克狙击枪。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问你，阿琼什么时候这么不堪，一把枪就能把坦克给干掉？士兵们不敢再说话，默默站在原地，他们有苦说不出。把这几个士兵带走，送上军事法庭。等所有人出去后，莫里拿起卫星电话拨出了一个号码。总统先生，我是莫里。克什的战争怎么样啊？总统先生，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什么解释？你不知道我们这边战场上面的情况吗？我才刚刚睡着2个小时就被你吵醒，而你竟然问我知不知道战场上面发生的情况？你认为我会知道吗？总统先生，我们占领克什山口的计划失败了，巴国已经拥有了对付我们坦克的武器。你说什么？我们的侦察部队全军覆没，没有一辆坦克回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今天下午。你确定不是你们把坦克开沟里去了？坦克部队什么都没干，只是前去探路，但是走到了一半就被枪干掉了，而且是全部被干掉了。被枪全部干掉？你们没有撤退路线吗？坦克怎么能被枪干掉？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但是坦克直接被枪干掉了，而且对方只开了2枪。就这样，侦察部队全军覆没，只有几个士兵跑了回来。你是不是喝多了，在跟我说笑话？总统先生，我绝对不是在说笑。虽然这听起来荒谬，但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我相信我的士兵没有做出什么错误的行为，只是对方的武器太强。我记得你们米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反坦克狙击枪技术，你也说过贵国会全方位支持我们，不会出任何纰漏。沃里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你认为是我卖给了巴国武器去对付你们的阿琼坦克？你是在怀疑我的信任，怀疑我作为一个米国总统的诚信度？总统先生，我起初也不敢相信，但是从士兵带回来的消息，这确实是反坦克狙击枪击中坦克造成的损伤，爆破的圆形损伤口只能是反坦克狙击枪造成的。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士兵是怎么搞的，都能把坦克给扔到战场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总统先生，我们的战士都是最勇敢的勇士，根本不是软蛋。谁知道你们那些神奇的阿三士兵脑袋里装的是什么鬼玩意？行，我承认你们的士兵都很勇敢，行了吧？不过你还是具体说一说战场上的事，不然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哪里有问题。阿琼坦克上面的爆破口出现的都是相同的位置，在坦克炮弹那里。不会是阿琼坦克存在什么关键的致命的问题吧？就凭阿三的这个尿性，他们很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莫里，你好好想想，你们是不是泄露了阿琼坦克的弱点？其他武器可能针对这个弱点做出精准打击。不可能，阿琼坦克装甲虽然有弱点，但是那个位置角度极其刁钻，根本不是普通武器能够打穿的。只有反坦狙击枪才有可能精准命中坦克的薄弱点。你确定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我只是卖给巴国一款反坦克武器，竟引得2大国元首隔空激烈交锋。你确定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就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对方攻击的阿琼坦克装甲最薄弱的地方，那里的装甲只有200毫米，被敌方一枪穿透。我记得你们米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反坦克狙击枪技术。莫里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你是来兴师问罪，还是怀疑我作为一个米国总统的诚信度？反坦克狙击枪，我们米国还在研发中，根本就没有成品。再说了，如果坦克装甲全面强化，就不会被攻击。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立即加强阿琼坦克的薄弱环节。坦克这边我已经让人加了一块外挂反应装甲，但是这也就是把一枪能够打穿的位置变成了2枪。我说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需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坦克内部进行改动，但是那样的话，整体结构都要做出更改，根本不是1天2天能够完成的事。你尽快把短板补齐，我这边会帮你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我再次跟你保证，不会是米国泄露了狙击枪的技术，也不可能出手给任何人。那现在战场上只能暂时僵持着，暂时不要有任何动作。杰克对莫里这个猪队友很是头疼，挂了电话就喊来了军事顾问。我们的反坦克狙击枪研制到什么阶段了？能不能打穿阿琼坦克200毫米厚的装甲？暂时还达不到。我们的狙击枪现在只有150毫米的穿身，而且我们的枪目前还在研制阶段，只有极少数的样枪。那阿三的坦克是被什么打穿的？给我查所有出现在巴国的外国军人的信息，还有黑道势力军火商。总统先生，最近有龙国军火商曾经出现在白沙瓦，而且还跟巴国军官有过交涉，目前还没有查到对方返回的讯息。什么？为什么没有早点报告这个消息？这个人只是一个小军火商，我们认为对方可能就是过去赚点战争财，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赶紧查这个军火商究竟是谁。杰克此时已经蛋疼到了极致，千算万算，没想到最后被一个小小的军火商给干了。此时林春正在白沙瓦一座繁华的宫殿中听着安然的汇报。老板，拜亚姆将军手下的副官今天表示，
还要再加购30把巴雷特，需要配套的钨锌穿甲弹3000发。这不过是3000多万刀的小生意而已，下次你可以直接同意。另外告诉巴铁，子弹我不收费，直接送给他们。你清高，价值几百万的子弹说送就送。怎么了？巴铁经济实力不行，我这只是扶贫而已。哪有你这么扶的？我家里这么穷，也没见你主动掏钱给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比如主动给我暖个被窝什么的，我就考虑一下给你发点奖金。哼，不可能。安然虽然生气，但是还得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龙国军方这次也追加了100把巴雷特的订单，也包括配套的子弹，总金额1亿美金。蒙国军方真是小家子气，才买100把，而且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肯定还想着山寨我的枪。可惜的是，他们山寨的永远也不能跟我的比。那你这次能赚多少钱？也就1个亿吧，这种生意做着有点没意思。1个亿你还嫌少，真是个万恶的资本家。你未免太小看军火交易了，这样的订单以后有的是。这时大白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到林川身旁附耳低语了几句。哈哈哈，真正的大生意来了。林先生，这次我可是慕名而来。那我只能说你来对了。请问阁下的身份是？我的名字太长，林先生可以叫我阿拉丁。这次前来是准备跟你谈一单生意。至于我的身份，不知道林先生知不知道新月军团？新月军团就是伊国抵抗军，以伊国东北部作为大本营，是伊国第3大势力，总兵力超30万。军团司令的名字能写1页纸，一般叫做阿米拉，不过也可以被叫成阿拉丁。没想到林先生竟然对我们新月军团了解这么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当然得了解自己的大客户们。既然林先生知道我的身份，想必我的来意您也清楚。不过我需要先问您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对我们行动的态度。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在我这里买武器。林先生，其实新月军团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弱小，我们有伊国20%的油田做支撑，我们不缺钱，缺的是装备，而且米国一直在盯着我们，他们封锁了我们运输的渠道，这是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用多说，我都明白，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林先生，你真是帮了大忙了。不过您真的有能力突破米国的封锁吗？必须提醒你，如果米国人截获了你运输的军火，恐怕他们会直接动用斩首这样的手段。商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风险与收益永远都是成正比的。而且凭借我跟龙国军方的关系，我相信他们会替我解决很多麻烦的。阿拉丁看着林川如此的自信，也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突然感觉明白了什么。阿拉丁先生，您需要些什么武器？林先生，新月集团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对付米国 M12坦克的武器，比如说比之前那把更强大的反坦克狙击枪。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款反坦克狙击枪能够击穿 M1A2 的装甲，至少在目前 M1A2 是名副其实的陆战之王。阿拉丁见林川没有答应他的交易请求，他的脸上已经写上了大大的失望。反坦克狙击枪没有用，我们还是一步到位吧。林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反正现在米国在伊国战场上最让你们头疼的就是坦克，不是吗？林先生，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清楚。我能提供 M1A2 给你，米国的武器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头疼，不是吗？接上集，阿拉丁代表的新月军团正面临生死存亡，急需高端武器来扭转战局。此刻，林川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改变几十万士兵的命运，甚至左右整个战局的走向。林先生，我了解你在克什战场上的表现，而且知道你在军火交易上的信誉。虽然我不了解你的渠道，但是你真的能够提供 M1A2 吗？这些你都不必担心，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应该就是米国在战场上看到自家武器时的样子。林先生，我想立马购买你手中的坦克，如果交易达成，我们新月军团的地位将再上一个新台阶，赶走米国也将指日可待。届时无论是新月军团还是伊国宗教，都会视您为贵宾。你们手下有没有能操作坦克的士兵？新月军团内部有很多前共和国卫队的成员，而共和国卫队本身就是以精锐的坦克师为主的，就是不知道 M1A2 多少钱一辆。米国军方对 M1A2 的官方采购价大概是600万美刀一辆，而我这边走的是黑市的渠道，肯定是要有溢价的。这些我都明白。既然新月军团已经把我当作朋友，那我也给一个友情价，1200万美刀一辆。安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想到林川直接报了2倍的价格，而阿拉丁则满脸激动地看着林川，原本以为他会漫天要价，没想到只是涨了2倍。林先生，新月军团会记住今天，我本人也感受到了你对我们新月军团的支持，这份友情是无价的。不知道你们想买多少？我暂时的考虑是先武装一个装甲团，大约需要100辆坦克左右。可以，作为样品的食量，我会在1个月后交付。至于地点，你来选择。
林先生，对你的行为我再次表示感谢，我会在15天之内将交易额的30%提前支付给你，剩下的装备我希望在半年之内完成。没有问题，收到定金的同时，我这边就将发货。阿拉丁与林川谈完交易后就离开了，安然在一旁惊讶不已。他刚刚亲眼目睹了林川完成了一笔12亿美元的大生意，难怪之前林川不把跟龙国的交易放在眼里。哥，这次生意你赚了多少钱啊？大约10亿吧。刚刚为什么你加价1倍，对方还会很高兴？这价钱都够买一架战斗机了。你这个助理有点不称职。我问你，除了我之外，谁还能给星月军团提供高端武器装备？军火市场赚钱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换句话说，有钱没用，有装备又肯卖才行。直接加价1倍也太狠了吧！除了我这里，他还能在哪里买到 MEA2？ 我只加价1倍，算是很给他面子了。为什么要给对方便宜啊？难道多赚点钱不好吗？当然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这个地方少赚一点点，后续会成倍的给我回馈，以后你就知道了。准备一下，该回家了。又要享受当女王的生活了。你怕是没睡醒，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真正的女王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岛是你哥哥的？怎么羡慕了？你如果也想当女王的话，可以考虑嫁给我哥，一步到位。欢迎来到我的军工厂。安然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全自动的人工智能军工厂，一个个机械臂在有序的操作，生产线上不断输出各种武器装备。你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出现在工厂里？大黑，他是我的手下，把枪给他看看，让他开开眼界。安然在生产线欣赏各种武器的时候，林川一个人抵达了新厂房区域。打开系统面板。姓名林川，年龄18，资金4880万美元，军工点15万8000点。打开系统商城，兑换坦克生产线。武器名称 MEA2， 购买所需军工点数3万点。购买。林川安置好新的生产线后，就到外面叫上安然离开了地下军工厂。你刚才去哪里了？造坦克啊。你从哪里搞来的原材料？这些东西很难搞吗？林川也不想解释太多，坦克里面常规材料他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转运过来，但是那些稀有材料他都是通过系统兑换的。哎呀，助理，什么事？老板说让你们过去，坦克造出来了。林川，你现在在哪呢？你后面好像是坦克，你从哪里搞来的？这是 MEA2， 我刚刚造出来的。林川，没想到米国的 MEA2 你竟然能自己制造，怪不得学校会让你上名人录。别提什么名人录了。你之前在巴铁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学校，军方说你在克什战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准备给你颁发个荣誉证书，就是找不到你的人。你们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糟了，我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林川，这次其实是校长让我们联系的你，我们学校的校庆马上就要到了，校长说请你一定要到场。好了，知道了，我会去的。林川明白学校邀请他参加校庆主要是为了撑场面，正犹豫有没有必要回去时，目光扫过邀请函上的一条信息，他知道这次非去不可了。作为一个军火商，不能在电视上公开打广告，但若我能在校庆上打个广告的话，这不就等于给自己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招牌吗？只是该拿什么去打广告呢？枪械和坦克都违反龙国法律，这玩意儿是不可能弄到学校里去的。算了，来不及了，路上再想吧。他本是回校参加校庆，却因米国的阴谋与倭国的挑衅，瞬间升级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对决。为什么把你妹妹留在岛上，反倒带上我？这次回去是参加高中校庆，我妹妹出现在那里算什么事？而且你不知道她的性格吗？那干嘛不让我在岛上照顾你妹妹呢？老实说，你长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带过去也有点面子。而且你有头脑，带上你可以帮我出主意。想什么办法？想想我到底该弄点什么军火过去，才能够让我在校庆上一炮打响呢？你准备在你们学校校庆上打广告？是啊，你读这么多书，要不帮我想点给力点的方法？当林川离开小岛时，米国总统办公室内，杰克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 CIA 副局长递交的报告。布鲁托，你说巴国战场上出现的反坦克狙击枪是我们巴雷特公司的产品？确实是这样。米国的保密工作大部分都交给了你，但是现在你竟然告诉我们最新的技术被窃走了。其实这次没有泄密。不要为自己的失职去找借口。总统先生，这不是借口，战场上的是不属于我们国家的武器。你说什么？你的报告里面不是说就是巴雷特公司的产品吗？我们在克什战场上的顾问传来消息，画面中的狙击枪和子弹外观与巴雷特 XM109 反坦克狙击步枪相似，但是巴雷特公司的这种狙击枪的理论穿身只有150毫米，而战场上使用的狙击枪却达到了超过200毫米的穿身，正好能够击穿阿琼坦克的弱点。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改变子弹的材质和外形就可以增加穿身，比如将常规钨芯替换为平铀，就能大幅提升穿身效果。总统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次事件的关键在于龙国是如何获取我们尚未完成的 XM109 狙击步枪的，必定是内部有叛徒将武器泄露给了龙国，这是你们 CIA 的责任。总统先生，这是不可能的。你在质疑我的判断吗？事实上 ，XM109 反坦克步枪实际上并不存在，它还只是一个构思，连设计图都未完成，它仅仅停留在想法阶段。连设计图都未完成，这把枪却已出现在战场上，甚至击穿了阿琼坦克，这是怎么回事？是穿越还是离异？这个世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找到是谁出售的这批武器？已经查到了。布鲁托递给杰克一张照片，杰克看后震惊不已。不是龙国军方，他是一名龙国高中生，名字叫凌川。你难道要告诉我巴雷特是他提供给巴国的？确实是他。我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消息。这个军火商最开始活跃在泰国湾，与昆氏兄弟进行过交易，此外还和几名龙国雇佣兵有过交易，最近才到了白沙瓦，应该是临时受到了龙国军方的指派。等等，你说的龙国雇佣兵不会是咱们通缉榜上的那几个吧？就是他们，总统先生。他们今年不开学，到底放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妖孽？而且最近他还跟星月军团的高级将领进行过密谈，应该也是达成了交易，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哼，星月军团一国的人真是还不死心。布鲁托，这次从你们 CIA 抽派人手去把这个人解决掉，免除后患。总统先生，这件事恐怕不会那么简单。CIA 什么时候可悲到这种地步了？连一个小小的军火商你们都害怕？我们不是害怕，只要他一死，不仅一切重回轨道，那几个不好好上网课的龙国雇佣兵也就失去了军火来源。只是凭借这个凌川跟龙国军方的关系，我们如果动他的话，龙国特种兵也必然会对我们的军火商展开斩首行动。但是这个凌川非除不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龙国就没有理由动手。哦，说说你的看法。我们完全可以让其他国家去做这件事，毕竟我们有很多盟友，而且没必要直接把对方解决掉。我想他身上还会有很多我们想要知道的秘密。我们的卫星已监测到该军火商近期行踪，他预计不久将从西太平洋返回其老家龙国东海市。有道理，帮我接通倭国的电话。凌川为了赶时间，不得已加快游艇速度，仅用1天就穿越了东部海峡，进入了龙国东部海域。老板，前方有3艘倭国军舰，看体型应该是2艘炮艇以及1艘小型护卫舰，他们正摆出拦截姿态。小岛君，没想到我们拿到这艘战舰后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拦截1艘游艇。少佐阁下，这次的任务虽简单，但回报丰厚。这是首相大人亲自布置的任务，完成的好，必然会在首相大人心里留下好印象。到时候您必能重现家族荣光。小岛君，让2艘炮艇加速，我们必须在他们抵达龙国控制区之前拦截下来。少佐阁下，需不需要通知炮艇小心？毕竟对方是军火商，游艇上可能有武器。1艘游艇能有什么防御手段？命令坂田号和深田号不要开火，保证对方活着。这是米国总统指明想要的人。老板，倭国军舰发来明码通讯。倭鬼说了什么？他们说我方已经进入倭国海域，立刻停船接受检查，否则他们会将我们击沉。倭国海域，倭鬼好大的狗胆！作为军人，安然对胆敢挑战龙国主权的生物，自然不会客气。这是他难得的骂脏话。他们就是冲我们来的，我们肯定会被逼停的。来就来吧，2艘小炮艇而已，我真不放在眼里。你的船上究竟有没有违禁品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暂时配合一下，然后等龙国军方和外交部捞人。我是一个军火贩子，你说有没有违禁品？那现在该怎么办？大黑大白，别理他们，加速前进。如果这些倭鬼敢拦，那就给我直接撞。这些家伙天天在这里撞击龙国渔船，今天竟敢来挑衅我，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谁更硬气。是，老板。